Hello， 大家好，我是杨根爸爸。今天呢，我们要来搞一台 Switch。这台 Switch 用来干嘛的呢？是为了让我自己用的。因为前两天我把我自己的 Switch 卖掉了。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是因为这块主板有比较特殊的意义。那这块主板呢，其实是大概1年多前了，我在网上收的。那个时候呢，是因为它这个尾插坏掉了，然后更换了尾插应该就能正常工作了。在拆这个尾插的时候呢，把那个焊盘下面一排的焊盘全都拉掉了，然后上面的一排呢，大家这边还能看到也掉了2个角，所以呢，那个时候呢，这台机器就报废了。而且自从那次拆了这个尾插了以后呢，这台机器也不开机了，所以呢，这块主板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就是我的一块料板。这个 M9T36还有这个充电芯片全都被我拆掉过。背面好像还没有动过还有这块芯片和这个电容还有这个 PI3 USB 也被我拆过了。大概是1个月前又给它仔细检查了一下，然后查到我不开机的原因了。不开机的原因呢，是因为这一颗电池检测芯片被我不当心夹碎了，导致呢电池检测出来电量不足，所以它就不开机。更换这块芯片以后呢，它就能开机了。但是呢，这个尾插呢，那个时候还是没修好的。然后终于有一天反复的补修了大概3个小时，然后把这个尾插给修复了。当初呢，把这个尾插修复了以后每个角的组织都是 OK 的，但是呢，电势输出怎么都不行。然后又是前一阵子我要仔细检查到原来是这颗芯片我没有焊好。焊完以后呢，现在它这块主板呢，就是所有的功能全都恢复。那这块主板不光经历的这些，大家来观察一下这里是不是很奇怪缺了一块。正常主板的话，这里是直线，为什么这里会缺了一块呢？是因为这边被我挖掉过，然后补了滤油就是那时候我修好了以后呢，我用我一台电脑充电器在给它充电，充着充着突然就冒烟了，然后拆开来一看，这个板层上面就短路了。然后我把它刮掉了以后不短路了以后呢，过段时间又短路刮了连续3-4次，后来我发现了，原来是这边一颗电容好像是短路了，可能是通过这边的电流导致板层之间烧掉。然后呢，现在这块主板我在一个烂机壳里用了一阵子，感觉没有问题，还挺好的。所以呢，因为这块主板经历了那么多我决定要把它留作自用了。而且这种主板如果卖给人家的话，可能也不太好吧。所以呢，今天呢，我就给它找个好的归宿，给它装个新的外壳上去吧。我上次转运的时候呢，大家应该知道了，我买了一个新的中框。因为呢，我这边的中框基本上都是那些二手机然后都是变形的之类的，中框一变形基本上这种地方都会断裂了。所以呢，我这次在国内买了个新的中框。这个中框呢，应该是原装的，而且各种排线的胶它都已经带上了，真的很不错还有呢，外壳也是买的新的外壳。那我这边这个外壳的后面这个部分外壳没拿过来，为什么呢？是因为有一个粉丝给我送了金属的外壳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金属的后盖是昨天到的。那我今天刚刚开封是这么个状况，里面好像有2个。但是我刚才拆开来看的时候，我发现放在上面这个包裹这里被刀划开了，我的天哪！那我猜想这个是发出来的时候被中国海关划的吧，或者是邮局的人。我真觉得挺过分的。还好里面东西没坏掉，我刚刚看过了。OK， 这是一个铝合金做的黑色的金属外壳。OK， 那这个黑色的外壳我们先放一边，我们再看一下下面这个外壳。这个外壳拉风了。你看这个黑色的外壳其实跟它原装的外壳颜色是一样的，你装在机身后面一般人都看不出来但是这个外壳就拉风了。你来看一下反面，哇，它这个上面好像是那种波纹型的那种花纹。然后呢，不光是这2个，好几个月之前这个粉丝还给我了其他颜色的。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挑一个吧。上次这个包装更加好一些有漂亮的塑料袋。这个盒子也比较漂亮不对我以为这个是印刷上去的，原来是这个粉丝自己画的画的好可爱我怎么感觉这个颜色好像更好一点？好了，我改变主意了。我本来之前想的是用这个黑颜色的，现在看了一下，我还是要用这个红颜色的。OK， 那么今天我们要用的东西就是我的这块主板前框、中框、后盖板。
然后边上周边的器件散热器风扇卡槽，还有两边的滑轨 TF 卡的读卡器。然后呢，最关键的就是屏幕和电池从哪里来。这是也是一台战损机了，从这个上面拆了。那让我们开始开工吧。从屏幕开始吧，我们要把这个战损版的这个屏幕先给它拆下来，然后装到我这个新机壳上去。那要拆这个屏幕呢，首先把边上两个滑轨给它拆掉。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把这个屏幕给扒起来这个时候要特别的小心，别把线给拉断了。OK， 接下来要做什么呢？把这个固定框的螺丝给拿下来，我们要用到它。好，这时候这边的开关这些天线最关键的一个零件大家注意在哪里呢？千万不要忘了把它转过来。这个按钮，还有这个导光器你千万别忘了，否则把拼贴好了再发现的话，那就麻烦了，要重新拆过。然后这个开关也是。OK 现在对了方向都正了。好了，我们看差不多的话，然后我们看它这个框，这个框上有什么呢？首先这边有两个天线，这个天线拿下来。哎呀，发现一个美中不足的地方，这个框上面没有这个贴纸，但是我不能保留这个框。大家有没有看到这里已经裂开了？一般性只要受压变形的框这个地方都会开裂，感觉是一层软绵绵的东西。到时候只要注意一下这里面没有什么尖锐物，别把屏幕给顶坏了就行了。天线从这里塞过去，然后卡在这里就 OK 了，正好。然后我们来到反面这里有一个天线，好了，我们先装这根天线就是这个位置了。然后呢，就是开关的排线，它好像是粘在上面的，我们先把它扒下来。这个最后合框的时候再装。还有个很重要的东西大家千万别忘了，是什么呢？喇叭的这两个膜，如果没有这两个膜的话，那不是很不爽，灰尘就随便进去了。好了，那个喇叭的这两个防尘网就给它搞定了那么就是这个样子了，把它扣上去，正好。然后我们把螺丝给拧上，4颗螺丝。情况不太妙了，好像是滑了，这螺丝拧不上呢，なんで？这个尴尬了吗 ？OK 我刚才花了很多时间把这4个螺丝终于固定住了。用了什么方法呢？
是往螺丝孔里塞了点木头进去啊，就像以前做木工的时候一样了。然后呢，把这螺丝给胀紧了。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我自己也是猜测，好像听到一种谣言，就是说现在淘宝上卖的各种原装的器件，其实都是流水线上面淘汰下来的次品。那也许啊，这个中框可能就是因为这几个孔啊，可能尺寸不合格啊，或者是已经滑牙了，变成次品，然后流出来的了。那知道真相的朋友呢，给我留个言。OK， 那我们继续哦。接下来要做什么呢？那就是要固定这个屏幕了。那固定这屏幕呢，首先啊，把它这些胶给转移过来。这边是下面一排的胶留在屏幕上了，上面这一圈的胶呢，在这个框上把它移过去。OK， 开机线，接下来要装开机线。看一下啊，它这个前框上面还有什么东西没移过去？这个条形，这个序列号它有没有？这个序列号不是我这台主板的序列号。然后这个框上面还有什么零件没有搬的？哦，这个东西我记得是放在这个地方，它用来隔离这个天线和这个外框用的。OK， 放这个地方。天线这边不是有裸露的这个焊接的点吗？接下来两个喇叭，最后我们再搬这个电池哦。好了，接下来啊，最难的就是这个电池了。这个电池，那现在这个中框拆下来了，我们可以从反面给它加热，这一点啊还是比较好的。OK， 电池我拆到一半我放弃了，因为我觉得把这个电池硬敲下来啊，的确是不太好，因为反正我本来就有一块以前啊被我救活过的电池了，那时候好像稍微有点鼓包哎，没关系了，那我就继续用这块电池了。哎，真的是有点鼓。放进去问题不大的话，我们就继续用这块电池吧，反正是自己用了。OK， 我贴了3条自己的双面胶哦。好了，搞定。接下来要干什么呢？接下来装2个滑轨。好的，两侧的滑轨都固定完毕。这个呢，这个排线啊，这边有胶要粘一下。接下来我感觉是不是我们的主板可以入场了？终于啊！这是我的习惯哦，我会先把这个液晶排线插进去，然后再放入，这样比较安全啊。这个液晶座子很容易坏掉。OK， 就是这个方法。好，我们先看一下它能不能点亮吧。这
这个也很关键。好了，该接的都接上了，除了这个散热器还没接。我们先把电池插上，看看它亮不亮。千万不要翻车哦！转过身，屏幕有点脏了。开机，没有意外，还好。之前我已经事先把我自己那台机器的账号已经完全转移到这台机器里面来了，也有声音，也是 OK 的，没有问题。好了，继续，我们要装哪个呢？装散热器。OK， 最后要把它们的指纹都擦干净，然后我们要上我的金属盖板了。爸爸何してるの？爸爸修理してるよ。そうか。うん。ここに落としてくれてたんだけど。OK， 最后是 SD 卡槽。妹妹好香哦，妹妹。切到下。好了，接下来我们最关键的是这个盖板。哇塞，哇，ぴったりじゃん。これめっちゃ音するからね。これもくらいのやつ持ち合わせないと取れちゃうよ、また。パパ、この電池が太いから、ちょっとやばい。電池がやばい。これは本当にぴったり。ちょっと電池やばい。これくっつかないね。取れちゃない、ただのこれいい感じ、本当に。じゃあ、これにしよう。これだったら汚いからぴったりじゃないみたいよね。やばいよね。OK， 好，这个颜色我感觉很不错，所以呢，我就把东西移到这个壳上。
Yes。那么最后要合盖了啊！哇塞，它这个真的是比上次我装的那个动森那款啊，这两边啊都进不去，必须得松了以后才拧进去。它这个加工真的很到位。然后呢，因为我里面这块电池啊，因为是以前那块鼓包电池啊，这边都起来了。所以呢，稍微有点压力，然后到时候螺丝给它拧上了以后，应该就 OK 了。OK， 那我来找一下，我尽量拧原装的螺丝。这边差点忘了，这有个海绵啊，用来盖这个 SD 卡槽的。OK， 哇塞，找到了，然后正好，呀，哦，这两钩子的位置正好 ，OK， 好了。那我的个性化 Switch， 一台全新的 Switch， 一台金属外壳的 Switch， 一台不怕弯曲的 Switch， 就此诞生了。但是我还没结束哦，我还做件很重要的事情，大家等一下。当然是要贴膜咯。那么我的新的专属游戏机终于诞生了，哇！屏幕擦干净了以后好漂亮啊，还贴了张膜，像新的一样。然后呢，换上了新的金属后盖，哇，真的是很凉快，再也不用担心散热问题了。哦，还有一个条形码，我找一下啊。OK， 接下来就是好了，就跟全新的一样。虽然我这边有一个结实的外壳，但是呢，我还是不希望它划伤，所以呢，我得继续使用我这个保护套。这样会比较好一点吧。啊，保护套也是完全 OK 的。OK， 那么在这期视频里呢，杨根爸爸就为自己打造了一款新的 Switch。好了，那么在下期视频呢，我又打算给自己打造一款新的动森的手柄。那我们下期再见吧，拜拜。